那就是 Ace。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韓服更新後的神行者打了一場普通路人場比賽。那其實為什麼這次會選擇看這個神行者？那因為神行者在印尼服啊，不論在這個整體的 meta 環境內，或者是那個競技場環境內啊，都是一支非常多人使用的一支英雄來的。那因為啊，他的那個整體機動性啊，非常之強，簡單來說就是很容易抓到敵人，然後給敵人那些不同的 combo， 例如說什麼破壞者踩地板那些 combo 啊之類的。總之啊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印尼服裡面非常多人用。那所以的話，韓服的神行者到底改了什麼東西？那其實它相比其他的一些傳說英雄的改動啊，是相對比較少一點的。它只有修改了神行者那個跳滴滴滴，然後往前插對了一下的那個速度而已。那改了什麼速度？就是它現在跳前那個往前插了一下，就不會再吃這個英雄的能力，就不會再吃英雄的速度。那這樣的話，會對這個戰局或是這個英雄有什麼影響？那所以的話，今天啊，就來跟大家看一次這個更新後，就是那個速度被修改後的神行者到底有什麼改變或是影響。對，那其實啊，如果你問我的話，我先說的結論就是，我覺得那個影響不大，但是還是有那個影響的。那其實啊，最大影響就是他現在看起來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啊，從那個非常遠的地邊，然後跳滴滴滴過來，然後插了一下來抓敵人。對，那因為啊，他把那個插的速度減低了嘛，那就会導致啊，他現在神行者那個進攻手段就比較偏向這個近距離滴滴滴來進攻，就是不能再從那個非常遠的那邊突襲過來啊。所以你看到，就是那個敵人的神行者，他很多的時候的那個進攻或者是攻擊的方式啊，都比較偏向這個近距離滴滴滴來抓我們的超神玩家。那這邊呢，可惜啊，對面那個玩家的披風打空了，導致那個疊山做不到。那這邊兩邊的話，應該還剩一招技能，那對面還是那個 SDR， 那我們的超神玩家還剩這個盔甲。那這邊的話，就是誰抓到誰都擁有這個開技能的權利啊。那但是可惜，我們的超神玩家直接用的國王盔甲來化解這個宙斯 SDR。那其實這邊就比較傾向，其實抓到敵人那個定義不是把他打倒地就算抓到，其實抓到敵人那個定義是比較傾向對面那個术士一還沒存好，然後他原本那个英雄沒有反裝，然後你把他打倒地，在這多種的因素下才算是一個抓到敵人，不然的話你的風險會非常之大。像剛才一樣，那個神行者玩家就被我們超神玩家直接用那個國王盔甲反擊了。對，那這邊呢可以抓到，那直接把他，哎呦，我這邊可惜，那其實這邊的話，黑毛是可以從這個高度把敵人連上去的。那死亡大師我不知道，因為我沒有用過，那但是看起來也是可以吧，我猜。對，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兩邊焦灼狀態啊。哎呦，這邊的話那個神行者反擊不錯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剛才那個神行者空中插一下下來之後，其實那個距離啊，插的那個距離其實已經變少了非常之多，就是起碼變短了。那變短了，除了那個進攻會受到影響之外，還有什麼會受到影響？就是那個撤退會受到影響。因為其實很多人的神行者進攻啊，就在印尼服裡面啊，他們那個跳滴滴滴通常都會從很遠的位置跳過來，然後插了一下吧。那但是有另一種打法，就是在那個敵人的頭頂裡面跳滴滴滴，然後插了一下。那其實啊，這個插，因為這是那個改變的關係啊，會導致很多人的那個插從原本頭頂那個跳滴滴插到變成插不到。如果插不到的話，他們通常都會利用這個插來位移，就像這個玩家一樣。那但是那個位移的距離因為減少的關係，因為不次速度了嘛，那所以說它位移的那個距離會減少，從而被敵人更容易抓到。那就是神行者把這個 air dash 跳前跳插的那個距離減少，或者是速度減少的一個目的之一啊，讓它的機動性變得沒那麼強，那個進攻的機動性跟這個撤退的機動性變得沒那麼強，導致你的神行者使用的那個容錯率啊變得更加之低，總之就是更容易被對面所捕捉到。那你的那個進攻跟撤退的手段啊，就變得更加的謹慎下來了。我相信這個就是神行者被 nerf 的一個
最大原因呢，增加他試錯的成本，就是不論是進攻跟撤退的試錯成本。對，那這邊的話可以來到這個第3回合啊，哎呦，我這邊對面失手了。那可以看到的是，我們超神玩家 air dash 過去之後抓到，要給他那個超神的 basic combo 啊。那其實這種得到空中輸出權力的那個環節啊，尤其是在這種單挑局或者是那個單挑局前期階段的時候，我是比較偏向用這個死魂大師或者是那個黑毛 combo 的，因為通常這種環節啊，對面沒技能，而且沒有其他人會阻止你說的話，你是可以用一些比較殘忍的 combo 來制造更多輸出。對，那這邊呢可以抓到，那這邊用死魂大師我那個打下去的那個距離應該是不夠的。對，那這邊呢再抓到，那把它打下去。